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越南有非常多漂亮的咖啡店啊。今天我在学越南语的时候啊，越南语老师就带我到这里，边喝咖啡边学那个语言。哇，这里的咖啡店我觉得真的好漂亮。这一家的咖啡店在牡丹范温斋各位，非常非常大啊。在越南，每一家咖啡店都要有免费停车的地方啊。这一家咖啡店呢，免费停车的地方就我身后这个区域，包括我这整条这个巷子，全部进去很长，啊，大概有几十米吧。这一家咖啡店呢，跟别的咖啡店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一家咖啡店分了几个区，每个区的风格都不相同。啊，我带大家领略一下。这边是一种风格，比较现代风。这边的风格比较简约，比较现代。这里有一棵参天大树啊，虽然有4、5个主干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棵树。这是它的一些摆设绿植。我身后这家咖啡店，一条马路相隔的另外一条街啊。对面全是咖啡店，在越南啊，这个咖啡店之间的同行业竞争几乎是不存在的，因为经常在一条路上看到全是咖啡店，就一家挨着一家，然后喝咖啡的人也是满满的，大家很喜欢聚在一起喝咖啡。现在我就到了这个咖啡店啊中间的一条街上，啊，这条街也是比较简约的，跟刚才风格非常接近。咖啡店里一直有这种动感的音乐啊。这边也是比较简约的风格，跟刚刚那边是保持一样的风格，但是这边有几辆老爷车，很吸引我的目光。在越南呢，像这种有主题风格的咖啡店也非常多啊，有的是收集的老式的摩托车，有的老式的自行车，啊，这边有几辆老式的这种老爷车，老式的汽车啊。我在一郡经常看到这种老爷车的车展啊，很多越南的一些。就是老爷车收集者、爱好者收集这种老爷车，然后进行车展。他们展出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，就给大家欣赏啊，给大家看，让大家来拍照的。这种完全是一种那种，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车，也不是那种炫耀啊，就是说让大家共同来欣赏，来从这个中间得到一种快乐。这种车有的还能开出去啊，有时候还能看到在街上。开出的目的不是为了炫富，而是觉得哇，这个车很酷，让人家竖起大拇指，哇，他这个车主就非常开心啊，并不是说他这个车收集花了多少钱，或者说证明自己多富有。啊，这个中间还摆了几个娃娃机。这总共有6辆老爷车。这间咖啡厅啊，真的非常非常大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差不多不到一半吧。因为它很大呢，然后它提供一些简餐，啊，在这里也会做一些简餐。越南咖啡厅啊，提供简餐的很少很少，一般呢是不提供那个餐饮的，一般都是就是卖咖啡，我只卖咖啡，我连小吃啊其他的我都不提供。只有一个喝的，啊，只有一些饮料啊、冷饮啊，或者说果汁啊之类的东西，它是不会做那种餐饮的。但这边因为咖啡厅非常大，它是提供了一个餐饮，可以在这边吃早餐、中餐、午餐，啊，是刚刚说的走廊啊，走廊边上也是厨房。这间咖啡厅是彼此之间相连的，是通透的。啊，上面也没有把顶完全封死，所以透气性呢非常好。然后在中间呢有一个走廊可以走过去，穿过这个走廊呢就是另外一种风格，恍若隔世啊，就是两个世界。进门呢右手有非常漂亮的老物件的展出啊。
越南的咖啡厅有很多都有这种收集的老物件。穿过大扇门呢，就重新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啊，这个世界相对来说是比较时尚的，也有浓浓的越南风格。这里也有很漂亮的音乐喷泉，啊，几乎每一家大一点的越南咖啡厅啊，都有做了这种休闲区啊，而且这种区域非常大，也没有摆座位。这么大的咖啡厅呢，我们去考虑一下它的价格、它的成本。其实这里离机场只有1公里多、2公里不到的路吧，但是这么大一个地方，这个座位也这么多，而且还有很多空闲的座位。你可以想象，在经营者看来，这个我一定要把咖啡店做得很漂亮，而不是让客人来的更多。他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他是把咖啡厅啊做得非常非常漂亮，啊，客人来了赏心悦目啊，非常舒服，这种感觉就行了。他不会在意，就是说这个我在单位面积里面我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他没有这种想法和算法。这是从这个比较时尚的区域出来，外面的景观。这里呢，楼上楼梯啊也建得很高，啊，每一层风格都不一样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登到这个咖啡厅的最高层啊，来俯瞰一下。奇怪的现象啊，就很多人在下面喝咖啡，他不愿意到上面来。这个顶部就是越南建筑的一个特色。东亚这边啊，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 V 型顶啊，倒扣的 V 型顶，啊，这个就是在里面特别通透，风也容易过去，待着特别舒服，不用空调啊，风吹过来非常非常爽。这里真的非常静谧，每一层都是一个世界。这个隔壁啊，也是一间餐厅啊，里面有很多人在聚会。我刚刚从那玻璃上往里看了一下。这棵树啊非常漂亮，在这棵树下面，非常非常的阴凉。这种风格、这种造型，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啊。顶上的风啊很大。然后太阳也晒不到，在这里其实非常非常舒服。这咖啡厅啊，居然设的还有这样的位置，就是专门供人拍照打卡。你看这洁白的布幔，在里面如果是一对小情侣，2个人喝咖啡，这感觉多好啊！周末的时候这里人才会多，正好今天是周5的中午。所以现在人不多，座位都这样放着了。这个区域呢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光，也可以俯瞰整个咖啡厅的景色。我在这里用了“景色”这个词，因为这个咖啡厅真的是就像一个风景啊，就跟那个怎么说呢，真的是赏心悦目，跟风景是一样的。越南人在做咖啡厅的这种功夫啊，真的是有匠心的功夫啊！他不光是咖啡厅这么大，他在上面花的钱、花的心思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可能都比钱更多。因为他的咖啡厅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精巧啊，非常巧妙。在西贡呢，少说也有几千上万家咖啡店，就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越南政府都不知道越南有多少家咖啡厅，
它没有办法统计，因为太多了。每一个街头巷尾都有咖啡厅。这里可能因为这个楼梯啊比较陡峭，所以上来的人不是很多。这样的楼梯我还是蛮担心，我把它踩塌了，因为我的体重太重了。就在周末的时候，这咖啡厅才会爆满，因为现在是周五的中午，所以来的人不多。晚上的时候这里应该也是满的。早上我来的时候呢，这里到处都是人。现在是中午12点钟，所以人不多了。我背后的墙啊，都是做了很漂亮的彩绘，而且每一面墙风格彩绘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。所以在越南开一家咖啡店，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艺术欣赏能力啊，艺术创作能力，不然的话，你做出的咖啡店比较雷同，跟别人的一样，那你来这里的消费的顾客就相对的少了很多。这家咖啡店呢，照顾了很多人的感受，所以它很多在造型上啊，在这个布局上，给我感觉是不惜成本的。咖啡厅呢，你的整个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，听着这种悠扬的越南音乐，然后欣赏着这个风景，而且是一步换景，每一步你看到的风景都是不同的。这个区呢叫旧义郡啊，胡志明市旧义郡啊。这个区呢离机场非常非常近，机场在新平郡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也算得上是寸土寸金了啊。在这样的地方搞了一个这么大的咖啡厅，而且它是单层的，有很多地方是单层的，那个座位并不是特别多，很多地方呢它是让给了风景。这样的地方喝一杯咖啡啊，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里一定很贵，对吧？等一下我开一下他们的菜单，让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价格贵不贵。一杯咖啡的价格也就是4万多，差不多2个美金，10几块钱人民币，11、12块吧。最贵的也就是7万越盾，这是果汁，7万越盾差不多20块人民币。还有一些简餐，简餐最贵的也就是差不多20块人民币，7万多越盾，3个美金吧。所以在越南呢，咖啡厅非常多，漂亮的咖啡厅也都很多，但是它的价格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贵。像这样的咖啡店，这种风格、这种布局、这么大的面积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，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。所以来越南呢，就是一定要到咖啡厅里多待着。然后我问了越南朋友，他们说在家里面是不喝咖啡的，那喝咖啡就到咖啡厅，这是专门喝咖啡的地方。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。